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再爆炸好不好？我车还在旁边呢，你等我一下哦，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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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车大哥表示：“死鬼，快点跑，我要爆炸了！”两轮电动车的威力也很炸裂。在北京某个小区又烧了一排电动车，现场发生巨大的爆炸声。自从上次南京电动车自燃事件后，很多地方已经把2个轱辘的电动车放室外集中充电。在锂电池没有解决自燃问题前，这算是集中充电还是集中销毁，谁都说不上来。这也算是一大特色了。还有各种奇怪的爆炸，真的是太火爆了。影片中显示的是9月9日，在山东济南平阳县，一辆停靠在路边的面包车突发大火，现场还发出爆炸声，火焰瞬间腾起，高度达3楼。电影大片都不敢这么演。消防救援人员很快到场，火已经扑灭了，没有人员受伤，但是附近的车辆都被烧坏了，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有知情人表示，是面包车自己改的新能源车，车载的气罐发生爆炸，并且蔓延到附近车辆和商铺，现场损失惨重。中秋节快到了，比亚迪的中秋福利对比去年的好了很多。有网友做了开箱，比去年的2个月饼要大气多了。给大家看看，在无锡比亚迪上班，中秋节都是发的什么礼品？噔噔噔噔，再给大家开个箱看一下啊，看看里边都有什么好东西。打开给你们看一下，看看里边还有6个小包装。拆一个给你们看看啊，先拆个大的。这是什么？鲜炖银耳羹。看一下。哦，是这种的，看。再拆一个小的给你们看看。哦，小的是这种月饼。这个是什么味道的？哦，海苔肉松味的。6个呢，有4个月饼，2个银耳羹。这个银耳羹的话我爱喝，但这个月饼我不爱吃，从小到大都不爱吃月饼。这个月饼带回家给我老公吃。什么？你有老公？拉黑？吉利的中秋福利也有网友做了开箱。这个盒子里面呢是一个月饼，广式月饼，看一下是什么口味的。这是红豆沙、莲蓉、蛋黄、紫薯，还有一个是枣泥核桃，4种口味。然后下面一个盒子呢是苏式月饼，也是4个，分别是椒盐的，还有是肉松的、五仁的、红豆沙的，一共是4种口味。然后这个呢应该是一个毯子，打开来看一看。它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重工的一个半边绒的披肩毯，应该看样子应该是一个骑士的造型啊，比较符合吉利公司的一个形象产品吧。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像是信封一样的一个东西，具体也不知道可以用来干什么。这些就是这个小的包装盒里面的所有的东西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大的，哎呦喂，大的里面。盒子打开来呢，看上去应该是一个户外车，我把它装一下，把它展开看一下。展开来之后呢，就是这样一个户外的小车啊。等比这小宝宝长大之后呢，可以带他去户外玩，这边里面应该可以坐小宝宝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的，还有一盒小的东西，看样子应该是一个桌子，我们把它展开来看一看。展开来呢是这样一张桌子。去户外的时候呢，可以当餐桌使用。这个小凳子怕是烫屁屁哦。最有诚意的，我觉得是奇瑞的，水果1箱，周黑鸭1箱，麦片1箱，月饼礼盒1箱，还送一张演唱会门票。
有网友就表示，车企中秋福利待遇发的啥？一年一度搞笑的节目又来了。我先说不行的呀，先说不行的。昨天起亚主机厂的朋友给我发张图片，中秋节福利待遇就放3天假，现金奖励1400，还有员工大礼包。我就直接跟他说，你这玩意儿也不行啊，对吧？你今年出口销量这么大，比去年多了那么多，3工厂都干冒烟了，你怎么这福利待遇还能跟去年一样呢？你怎么得提升提升吧？我说你们跟人家好的车企学一学，你看看人家好的车企，人家去年还发俩月饼呢，今年销量一暴增，发4个月饼，欢乐加倍啊，欢乐加倍！而且更重要的是啊，这4个月饼是带包装的。服不服？而且啊，人家给自家的车评人也发了月饼，当然那个规格比较高啊，毕竟是给车企吹牛逼的啊，那个规格比较高。作为一线员工别上火啊，因为人家是替你们吹牛逼的，对吧？不吹牛逼的车卖不出去呀，你们得体谅一下。所以说我不得不再点一下起亚呀。你跟人家好的车企学一学，说你们车为什么在国内卖不好，这个人情世故方方面面的拿捏的不行啊，我得批评一下。那么最后问题来了，如果给你一个在车企打螺丝的机会，你是选择我们国家控股的合资公司，还是国产品牌？那你选完了以后，我再问你个问题，员工福利好不好，也能代表这个车生产的过程中质量好不好。那你在选择车的过程中，你是选择哪个品牌呢？小米停在地下车库旁边，特斯拉开门撞了我，钣金已经凹进去了，但是烧屏模式没有记录，视角盲区，所以说报警后警察以证据不足，导致了无法受案。联系小米这边，他技术反馈是因为那个撞击力度不够，导致烧屏模式没有记录。钣金已经凹进去了，我看反反复复4个撞击点啊，一次都没有记录过，只拍了这最严重的这一个点。烧屏模式不是能够记录旁边的影像吗？为什么没有拍到对方的车辆啊？因为他应该是从车里面往外推，导致那个距离下不去，所以说他又关回去了。当时没发现，你开走了？我没开走，因为他车开走了，我第2天看见的。那你想投诉什么呢？烧屏为什么没记录啊？钣金给我修复了。车漆的话，我可以利用那个微服务自己出车漆都可以。门都撞成这个样子，烧屏模式还没启动，那这确实是有 bug 的。好，小米客服代表你好。你好，我支持罗先生的这个要求，本身是不大的一件事，不要说哎呀，人家的品牌功能也是这样子的。但是雷总是希望小米速七在同类车型当中做到最优秀的，光靠嘴巴吹行吗？真金白银拿着钱去买你小米速七的这些车主们反馈的问题，对于小米现阶段来说，那就是宝贵的财富。就这么个小凹坑，你们愿不愿意给罗先生免费修？愿不愿意给罗先生一个妥善处理的方式？愿不愿意因为罗先生提出的一个小小的建议，你们会把程序方面做一些优化和改良？小米是一个有温度的品牌吗？首先我们这个确实是一个有温度的品牌，然后好，上一条视频我在评价你们小米对于自动泊车时候，我是给你们留了很多情面的，我还满心期待着你们应该会以温度的回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看到我那条视频最后的评论吗？冰冷的拒绝。雷总在发布会上讲的那么有温度，怎么到了你们售后环节就如此之冰冷呢？再往前投诉你们小米车主出现了问题，想联系小米的 4S 店的门店，没有一个手机，也没有一个固定电话，只能联系你们400，这是一个有温度的品牌吗？雷总，你先别去跑什么纽博格林了，那些都次要的，那是荣誉的事情，先脚踏实地的把小米速七咱们的第一台车质量把关做好，再去征战什么纽博格林的，去秒天秒地秒空气啊，那我觉得没问题。我不希望雷总像某些品牌一样动不动背刺车主。我会帮您记录下来反馈的。好，我期待你这个事情尽快解决啊。截止发稿，小米未给车主答复，依旧是没有结果。雷军估计在忙，说好的10月份才会到纽博格林北环赛道刷圈，现在已经在跑了。现在有很多博主在吹，还是等10月份再看。最近有人表示，纯电车和插混车还有混动车有4个非常明显的短板和缺陷，其中有一个是致命的缺陷，很多汽车自媒体和汽车博主不方便去说，因为人家靠这个吃饭的，而他不靠这玩意儿吃饭。首先，纯电和混动家用的成本更高，我算的是全使用周期的。第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是你现在花钱买的这个车，将来可能卖不出去，1分钱都不值。你像前几年15、16年推出的EU5、北汽那些小车，现在你卖给谁有人买吗？根本就没有人买。所以现在眼光看，当时那个电池啊、电控啊、续航啊、充电的能力都非常非常的弱。那未来的一个时间段，你看现在的电池车也是用情况，这个是最大的支出。第二个就是在电价上涨的这个前提下，纯电车、混动车还省吗？未必啊。如果你在外边充电，它每公里的成本可能合到5、6毛钱了，经济型的燃油车也就5、6毛钱1公里呗。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了，就是时间成本，充电的时间成本实在是太大了。
你隔几天就充一次，隔几天充一次，你想过你充电花费了多少时间，浪费了多少生命吗？有的人说了，我用快充就快了，那块充上电池，有的人还不舍得。第二个就是混动车型，它的故障率更高，这两套系统更复杂，理论上它的复杂度越高的东西，它的故障概率就肯定会越高。那不说理论了，说现实的车之网的投诉，刚公布的比亚迪的某些车型，动力切换就出现故障了，新车就故障。还有一个眼目前就能看得到的就是混动车型的发动机磨损要远远大于燃油车。有很多人说电动车那发动机在那闲着也不经常用，它怎么会坏呢？兄弟，你别着急，听我说完。燃油车在使用的大部分的时间下，它是热机的，是正常的工况良好的润滑状况下去工作的。而混动车是什么呀？当你有动力请求的时候，它发动机立刻就得介入，在冷启动高负荷的状况下，它去工作就相当于没有润滑，干磨，对发动机的寿命是非常非常大的磨损。而且单档的发动机介入，我告诉你，那发动机的转速始终处于很高的转速状态，干磨多档的还好点儿。比亚迪那单档你想吧，就相当于你开燃油车，冷启动之后不暖车，用一档从始终开到尾。所以说混动车的发动机的寿命是远远低于正常的燃油车。你看吧，过几年混动车那发动机大修的、烧机油的、爆缸的就太多了。第三个，纯电混动车型维修成本更高，而且维修难，路边没有修新能源的。而且很现实的情况就是，这个新能源车将来集成度会越来越高，只能去厂家定点的 4S 店去维修，它只能更换总成，而不能单一的去维修。你比如比亚迪那刀片电池碰一下，外壳损伤就得整个电池总成全换，因为它都是集成在一起的。你拆修了之后没有办法保证它的安全和可靠，很多外面的维修店你也没有他们专用的解码系统和电脑，只能看着干瞪眼儿。燃油车就不一样了，如果你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找个路边小摊修啊，也可以去 4S 店去修啊。最后一个最致命的，听清楚了呀！一旦发生严重交通事故，起火爆炸，逃生时间几乎为0，几秒钟起火爆炸，大家都懂。此刻油车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台风摩羯在海南过境之后，部分地区出现停水停电。那么这时候最为焦虑的就是纯电车主了，因为有些充电桩遭到自然灾害损坏无法使用，只能扎堆去能够充电的地方。然而有的车主排了一天，连充电桩的影子都还没看到。这时候可见油车的含金量有多高了吧？一辆车假设充电40分钟，只要你前面有10辆车，轮到你充电就是4小时之后，但实际情况却是充电队伍排了上百米。还有人说油车的天塌了吗？有人说完蛋了，油车明年不能买了吗？纯属扯淡。我们说新的油耗测试标准现在是一个公开征求意见的阶段。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重量小于 1.09 吨的车子，它的百公里油耗要控制在 2.57 升之内。1吨之内的车子 2.57 升是摩托车吗？第二，重量处在 1.09 吨到 2.5 吨之间，老百姓消费者基本上会买的车呀。一般的燃油车重在 1.7 吨 2.0 吨之间，好油耗多少呢？ 3.3 升之内，要了老命了。你给丰田也说不了 3.3 升啊。第三个，如果你的车重大于 2.5 吨，大型车对不对？比如说什么兰德酷路泽呀、奔驰大 G 呀、大途乐呀，是吧？油耗要 4.7 升之内。有的人为了博流量，说燃油车要淘汰你个德儿啊！朗逸会淘汰吗？帕萨特会淘汰吗？凯美瑞会淘汰吗？雅阁会淘汰吗？ CR-V 会淘汰吗？各位，他们做不到的，但不会淘汰。这个意见征求稿它里面说了一个很关键的词儿，叫做平均，调整了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达标要求，增加了企业传统能源乘用车平均燃料，就是你这个企业。你可以卖油车没问题，但我算的是你所有车的平均油耗。这就意味着什么？你可以买新能源的积分呐。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2016年就开始执行了。你天天卖油车，你大众车卖油车可以啊，你去找比亚迪买积分吗？你去找特斯拉买积分嘛，不就完事了嘛？所以你看，我们理解这个政策要这个方向去理解。那第二点就是，那对于我们来讲，接下来明年买油车，后年买油车会怎么样不好讲。燃油车企业像大众、丰田这种车企，他们知道现在推出新车，那真不能搞贵了，搞贵了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们在今年成都展上会看见途乐新锐，他一上来就说价格79900，他们懂，他们聪明。那大众要是出个途锐新锐卖15万、18万，那狗才看你一眼，对不对各位？第二方面，那他们的成本其实在无形的增加，因为他们要花更多的钱去买新能源，但有没有可能就出现阳奉阴违？出现金玉其外败絮其内，车子价格喊得低，但其实为了赚更多钱，偷工减料，它要生存，它要能够有销量。你看买积分的钱消费者出，我告诉你不是，你说怎么可能让消费者多出几百块钱，多出1000块钱呢？你贵的我不买了，别人家优惠3万，你优惠只有2万8，我不买英朗。
我要买那个优惠3万的那个车型，我要去买国产车去，就像这个大众途岳是一样的，一上来79900，很有诚意，很牛逼。但是你们仔细去看一下途岳这个车，那内饰那是人开的塑料内饰是吧？顶配的版本都是手动座椅配置减配，内饰减配，功能减配，有没有可能安全减配？所以各位，我说了，新的这个标准之下，明年油车不会淘汰，但是有没有可能接下来2年是中国老百姓我们买到合资油车质量最差的2年？有没有可能？各位，政策的方向是什么？就是让你搞新能源，但是你们这帮合资车企你们不思进取，过去10几年不让你们去搞研发，让你们去搞新能源，搞不出来，搞个屁东西，没东西。那丰田的 BZ4X 什么东西？丰田的 BZ3 什么东西？各位，你们知不知道丰田的 BG3 用的都是比亚迪的电池电芯，拿比亚迪的东西去弄，那谁能买你丰田 BG3 呢？你没记错，大众稍微好点，就是 ID3 卖的还不错。你除了大众 ID3 之外，你告诉我哪个合资车它的电车卖得好，混插的也不行。这就是当下的现状，油车不会淘汰，油车不会天塌了，但是在新的国家标准之下，没有新能源的燃油车，它的明年只会越来越难过。最后谁来承担？老百姓承担，它价格喊得低，背后买积分花的钱又多，于是它又要追求利润。因为企业追求利润是第一位，所以老百姓就有可能在未来2到3年买到看似便宜，但质量更垃圾的油车。感谢您看到这里，谢谢支持，麻烦帮我们点赞、订阅下哦。鼓励商圈禁止摆摊设点，请带上你的经营物品，马上离开，这是第一次劝导。如果你拒不配合，我们将马上通知执法部门对你进行依法处理。